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经典恐怖片《睡梦医生》。这部电影也被称作是《闪灵2》，作为殿堂级作品《闪灵》的续集。正式上映之前，难免会有狗尾续貂之嫌。然而上映之后好评不断，让《睡梦医生》登上与前作同样的高度。电影与前作之间的连续性很强，建议没看过的小伙伴先去看看《闪灵》。男孩丹尼骑着摇摇车在旅店的走廊穿梭，路过一间房门时停了下来。小男孩紧张地回头看了一眼，门把手缓缓转动，门竟然自己开了。阴影中站着一个恶灵，丹尼大叫一声，原来是一场梦。小丹尼从睡梦中惊醒，想去卫生间洗把脸，结果丹尼急忙后退，关上卫生间的门，闭上眼睛默默祈祷，幸好母亲及时出现。天亮后，丹尼见到精神导师迪克。迪克是一个鬼魂，普通人是看不见的，只有像丹尼这样拥有灵力的人才看得见。灵力可以解释为一种超强的意念力，能够让人看到鬼魂，也能够通过意念读懂他人的心思。两个同样拥有灵力的人，甚至能够通过意念超距离交流。但灵力也有一个致命的缺陷，拥有者会成为恶魔的目标，恶魔以灵力为食，强壮自身。丹尼看到的那些恶灵都是觊觎丹尼的灵力。老迪克告诉丹尼一个方法，在脑海中构建一个盒子，用灵力将所有恶灵封在盒子中。回到家后的丹尼在母亲疑惑的目光中再次来到了卫生间。等丹尼再次出来的时候，一切好像从未发生。转眼40年的时间过去了，丹尼从小正太变成了油腻大叔。母亲去世后，他变得浑浑噩噩，酗酒和女人鬼混，日子过得是一塌糊涂。老迪克看不下去了，让他尝试换个新的环境。丹尼听取了老迪克的建议，去了一个陌生的地方。他刚下车就遇到了比利。比利是个热心且有同情心的人，为丹尼找了个房子，并且垫付了一部分租金，还给丹尼介绍一份工作，在当地疗养院做护工。疗养院里都是一些年迈的老人，孤苦伶仃，一身重病。丹尼利用自己的灵力，让这些老人在美好的幻想中死去。老人称呼他为睡梦医生。丹尼还有一个神秘的笔友，两个人通过意念在丹尼房间的黑板留言沟通。而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群人，他们自称噬魂者，首领是一个叫罗西的女人。这些人就像魔鬼一样吸食灵力，尤其喜欢孩子们身上的灵力，因为孩子的灵力比成年人更加纯净。这群人锁定了一个棒球男孩，他们利用自己的能力把男孩催眠带走。在一家废弃工厂里，罗西众人把棒球男孩摁在地上。注意一个小细节，此时这个人一直拿着男孩的棒球手套。罗西不停地折磨男孩，享受着男孩的恐惧。一群人贪婪地呼吸着男孩的灵气，眼里散发着诡异的光芒。男孩的惨叫声越大，这群人就越兴奋。同时，千里之外的女孩艾布拉在睡梦中感受到了男孩的痛苦，她的灵力比一般人要强大得多。艾布拉下意识警告这些魔鬼住手。罗西隐约察觉到了艾布拉的存在，朝着艾布拉的方向望了一眼。同样在睡梦中的丹尼被一阵爆炸声惊醒，黑板上浮现出了2个字：谋杀。丹尼在黑板上回复谁？黑板上写着棒球男孩。丹尼感觉事情有些不对，留言希望能和对方见面详谈。工厂这边，棒球男孩已经奄奄一息。罗西吸干了男孩的最后一股灵气，将男孩的尸体掩埋，同时告诉搭档乌鸦，他感受到了一股更加庞大的灵气，这股灵气足以支撑噬魂者们活很长时间。2个人分头行动，乌鸦策划车队的行进路线，罗西去超市补充一点生活品。棒球男孩被谋杀后，艾布拉心里非常害怕，但他还是想搞清楚事情的真相。他在网络中找到了关于棒球男孩的消息，通过自己的能力看到了过去的画面，然后又想通过灵气找到噬魂者。正在超市购物的罗西察觉到有人在用意识追踪他们，也动用灵力对这股意识进行反追踪。他想直接锁定艾布拉的能力，一瞬间，艾布拉就将罗西的意识逼出大脑。超市的工作人员都傻了，还以为是自己家的冰柜炸了。经过这件事件后，艾布拉答应和丹尼线下见面，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。然而瞭望酒店里那些饥肠辘辘的魔鬼让丹尼心有余悸。他认为以他们2个人能力是不可能战胜噬魂者的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别去招惹他们。
他临走之前叮嘱艾布拉一定要小心行事，注意隐藏，不要让那些人发现自己。这些话艾布拉并没有听进去。回到家中，他决定用自己的能力对抗噬魂者。与此同时，在超市的意识碰撞让罗西确定艾布拉就是自己要找的人，对方的能力比自己要高的很多。罗西决定在夜晚悄悄地寻找，终于用灵力找到了艾布拉的位置。他用意念进入小女孩的大脑，在艾布拉的意识空间中摆放了很多小盒子。罗西忍不住想要窥探，但是艾布拉想起了丹尼的叮嘱，一旦被这些脏东西盯上，他们迟早会主动找上门的。因此他布下这个陷阱。罗西发现中计，意念急忙撤离，却还是身受重伤。回到男主这里，在与艾布拉分离之后，丹尼在疗养院里又见到了老迪克。老迪克告诉丹尼，自己当年帮助了他，成为他的精神导师，现在丹尼也必须帮助艾布拉，这是灵力者之间的一种传承。丹尼听后若有所思，仍然觉得有些犹豫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丹尼感受到艾布拉在呼唤自己。艾布拉告诉丹尼自己打伤了罗西，这个举动让丹尼想起儿时的自己，也终于下定决心去帮助艾布拉。丹尼把这些都告诉了好友比利，但事情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，把比利整得一脸懵逼，将信将疑地跟着丹尼出发。天黑之后，两个人来到棒球男孩遇害的废弃工厂，准备挖出小男孩的尸体。此时比利感到非常矛盾，如果没有挖出男孩的尸体，那就说明丹尼是个神经病，但如果挖出了男孩的尸体，事情将会变得更加可怕，这已经脱离了普通人能够理解的范围。结果是显而易见的。出于对朋友的忠心，比利最终还是决定帮助丹尼。两个人找到艾布拉，三个人在一片树林里开始布局，一切准备就绪。噬魂者很快就找到了这里，眼见只有艾布拉一个人，他们冲过来就要把他带走。谁知半路出现了幺蛾子，丹尼他们的计划非常周密。艾布拉用自己的能力制造一个替身，用来吸引贞洁联盟。丹尼和比利埋伏在树林中，暗中对噬魂者发动袭击。艾布拉真身留在家中，由父亲保护他的安全。树林中的枪声此起彼伏，噬魂者们迅速反击。这些人虽然能靠吸食灵力长生不老，但肉体依旧是人类。一旦肉体灭亡，整个人也会真的死去。罗西用灵力密切关注着这一切，看着成员们不断死去，他心中的怒火不断爆发，战斗非常惨烈。比利不幸被杀害，丹尼来不及悲伤，急忙去找艾布拉。到艾布拉的家里，却只发现了父亲的尸体。原来噬魂者做了2手准备，大部分人去树林，乌鸦则一个人去了艾布拉家里，抓住了真正的艾布拉，并杀死了他的父亲。乌鸦用药物封印了艾布拉的能力，防止他用灵力联系丹尼。乌鸦想得非常周到，但却算错了一步。丹尼同样是一个有灵力的人，他通过灵力找到了艾布拉，暂时将自己的意识附身在艾布拉身上，看准时机扰乱乌鸦，迫使车子撞到旁边的树上，乌鸦就这样死于车祸中。这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：道路千万条，安全第一条，行车不规范，亲人2行泪。在这场斗争中，噬魂者几乎全军覆没，丹尼这边也死了一个比利，双方算是打了个平手。不过噬魂者大 boss 罗西还活着，丹尼加上艾布拉也不是罗西的对手。此时丹尼想到了瞭望酒店，酒店里的恶灵同样是以灵气为食物，以恐惧为佐料，比罗西要更加可怕。丹尼带着艾布拉来到了瞭望酒店，希望这些恶灵能帮助自己战胜罗西。没过多久，罗西就气急败坏地追到了酒店，双方在大厅相遇了。丹尼为了艾布拉能够成功逃脱，尽可能地将罗西拖住。罗西一个照面就放大招，用斧子打伤丹尼。刚准备吸走丹尼的灵气，万万没有想到，罗西释放了被自己封印在精神世界里的所有恶灵。罗西也没有见过这么恐怖的场面，心里有了恐惧，立刻成为了这些恶灵的盘中餐。而此时已经极度虚弱的丹尼，再也不是这些恶灵的对手了，成为了恶灵的傀儡。在恶灵的蛊惑下，想要杀死艾布拉。他拎着斧子在酒店找艾布拉，两个人一个追一个藏，玩起了躲猫猫。最终丹尼还是把艾布拉堵在了一个房间。此时艾布拉也知道了酒店的秘密，想要结束一切就得把酒店炸了。危急关头，艾布拉唤醒了丹尼的意识。在酒店的最后，丹尼牺牲了自己和整个酒店，同归于尽。但他的灵魂还留在人间，继续守护着艾布拉。睡眠医生虽然是闪灵的续集，但更加符合史蒂芬金的原著。
2部电影2个小时的时长，没有浪费一个画面、一个情节。导演麦克·弗拉纳根在库布里克独特的风格上融入了很多自己的东西。这部电影算是一部非常难得的高分恐怖片，推荐大家去看一下。好了，本期电影就说到这里，喜欢小雪的朋友建议点赞关注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